学习系列：如何停止脑中语言翻译。嘿，我们来聊聊一个大家绝对都有过的痛点。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明明自己花了超多时间、超级努力的在背单字、学文法，结果呢，一遇到真的要开口说英文的场合，脑袋瞬间啪一声直接宕机，讲起话来结结巴巴，一直卡词。说真的，我太懂那种明明付出100%的努力，却还是不敢开口的挫折感了。所以在今天的解析里，我们要彻底打破这个死循环。我们要来聊聊怎么建立真正的英语脑，让你告别那种卡卡的感觉，真正做到流利输出。那么，我们先来戳破一个盲点：为什么我们以前学的那一套完全不管用？你想想看，我们从小被教导的方式就是疯狂死背那些单字表和文法规则，对吗？但这种传统方法最后常常变成一个很悲惨的现实，你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流利度却还是鸭蛋。这听起来很残酷，但老实说，如果你一直维持着先想中文再翻英文的习惯，却还妄想着哪天睡醒英文就突然溜到不行，这真的是不可能的任务了。这绝对不是因为你这人不够聪明哦，而是我们大脑的运作机制从一开始就完全设定错了。其实啊，我们的大脑在处理外文的时候，有2套完全不一样的系统。第一套我们叫它翻译脑，这套系统是这样运作的：遇到一个状况，你脑海先浮现中文，然后你开始疯狂翻找脑袋里的英文字典，试图把对应的单字捞出来，最后再把它们硬拼凑在一起。天哪，这整个过程超级耗费脑力，而且步骤超多。说穿了，你其实还是用中文在思考，只是给它硬披上一层英文的皮而已。那相对的，第二套系统英语脑就非常直接了，遇到情境，大脑就直接叮一声给出对应的英文，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才是真正能让你流利说英文的关键秘密。我们直接来看个生活里常见的例子，你就会发现这2种脑袋的差别有多夸张。想象一下，你现在看到一个小孩超级懂事，非常听话，你忍不住想称赞他一下。如果这时候启动的是翻译脑，你大脑就会开始疯狂搜寻听话或者乖的英文对等词，找了老半天，你想起了课本里教过的一个单字叫 obedient， 然后你就对着那个小孩说 You are obedient。哇，旁边的老外听到绝对会瞬间傻眼，因为这听起来超级不自然，简直就像是在念什么学术论文一样。但如果换成英语脑呢？在理解当下的情境后，你的脑袋会直接弹出母语人士最自然、最直觉的反应，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句 "Good boy" 或是 "Good girl"。所以你看，重点根本不是你词汇量多大，而是你能不能掌握真实的语境。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情况。假设你在市集里遇到熟人，想打个招呼，这更是完美印证了用中文当中间人会怎么搞砸你的沟通。当你想问候对方的家人，翻译脑的 SOP 就是先想中文，家人都好吗？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翻译成 family good。这不仅文法怪到不行，听起来也完全没有语言该有的那种自然节奏感。但如果你已经内化了英语脑，在问候家人这种特定的情境下，你的大脑会自动调出整组配套好的句子，直接说出 How's your family？ 发现了吗？一旦你把中文这个干扰滤网拿掉，你的表达才会真正变得精准又到地。说到这边，我们真的得来好好拆解一下，翻译脑在后台到底进行了多么折磨人的大脑体操。举个例子，假设你今天想表达室外晒衣服比用烘干机强太多了，就这么短短一句话哦。如果你坚持用翻译的，你会经历以下这些惨痛的步骤。首先找室外的英文，outdoor， 再来找晒衣服 dry clothes， 接着烘干机叫什么 laundry machine 吗？不对，是 dryer。然后强太多是 better应该是 so much better。最后还得赶快检查文法，动词不能直接当主词，所以要把 dry 换成 drying。我的老天鹅啊！光是在你准备开口的那1-2秒钟，你的脑细胞就已经被及时榨干了。
这么庞大又复杂的运算量，难怪你会一直卡词讲不出来啊。但是呢，要是你已经把大脑升级成英语脑，你根本连碰都不用碰刚才那种把单字和文法像乐高一样硬拼起来的痛苦过程。你可能只是某天在看外国影片的时候，看到一个 YouTuber 站在大太阳底下晒衣服，然后他一脸满意的说了一句 "Infinitely better"。就这样，你吸收了这个当下的情境和感受，下次当你也想表达某件事情真的好太多了的时候，这句话就会毫不费力的像反射动作一样自己跳出来。这绝对比你坐在书桌前死背100条文法规则还有用太多了。也就是说，我们真的得把以前那套旧观念整个砍掉重练。学外语绝对不是拿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去背去翻译，它根本不是什么硬邦邦的死知识。事实上学语言比较像是在建立一种全新的行为机制跟肌肉记忆。你想想看，这就像是在学游泳、学骑脚踏车或者打篮球一样嘛。你总不可能靠着在家里死背一本游泳手册，跳进水里就会游了吧？你一定得亲自下水去体会那种感觉。语言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它是要靠真实情境来培养习惯的，绝对不是在你脑袋里塞满一堆毫无关联的孤立单词。当然啦，我也知道要叫你突然改掉10几年来的学习习惯，真的超痛苦的。这感觉就像什么呢？就像你明明一直以来都习惯用右手写字，也写得很顺，但如果你现在的终极目标是流利的英文，那你原本那套旧方法已经行不通了。建立英语脑就像是突然逼你改用非惯用手来写字一样，一开始你觉得会有超强烈的阵痛期，觉得浑身不对劲，而且写出来的字有够丑。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中途放弃，宁愿跑回去继续痛苦的背单字，因为他们对那种旧有的痛苦实在太熟悉了。但是请你一定要记住，只要你咬牙撑过初期的不适应，你就能在大脑里建立起一条全新的超速的神经连接。好，那为了帮大家顺利度过这个转换期，这里有3个你可以马上跟着做的具体行动。第一，拜托你现在立刻马上把那种左边英文右边中文的单字本丢进垃圾桶，这种死记硬背只会不断去强化你脑袋里那条错误的翻译神经。第二，狠下心把中文这个超雷的中间代理人给彻底拔除。第三，这也是最核心的一步，把英文的表达方式直接跟特定的情境、特定的感受绑定在一起，千万不要再去跟中文翻译绑定了。我们把这些方法套用到实际生活中来看看。假设你今天遇到一个超危急的状况，你想说，要是今天发挥不佳，我们就死定了。如果用翻译脑，你大概会东拼西凑出一句又长又死板的 "If today we don't perform good, we die"。但如果你平常有在看那种超高压的悬疑剧，你一定听过里面的角色在生死关头落下这句话 "If today doesn't go well, there's no tomorrow"。哇，这句话是不是超有 feel？ 它完美捕捉了那种毫无退路的紧迫感。因为你彻底懂了剧里的那个情境，你就可以直接把这句抄到底的台词整碗端走，根本不需要去逐字检查你的文法对不对。我们再来看一个有在看球赛的朋友一定会超有共鸣的例子。假设在看赛后采访，你想表达对方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但是我们扛住了。翻译脑这时候又开始纠结了，进攻到底要用 attack 还是 offense？扛住又该怎么翻啊？想破头，最后挤出一句超卡的英文。但如果你有在观察那些球员在这种热血情境下是怎么讲话的，你就会听到他们用一个超级生动的比喻 They threw a vicious punch, but we did a good job of hanging in there。 字面上的意思是他们狠狠挥了一记重拳，但我们死命撑住了。你看看，明明是一样的情境，母语人士讲出来的话就是这么有画面感。这就是直接吸收真实语境的超强大威力。讲了这么多例子，其实要把这整个策略融会贯通，只要记住3个核心口诀：理解情境、观察表达，最后把它们连接起来，
就这么简单。在实际练习的时候，你真的不要把事情搞得太复杂。当你在看影片或者听老外说话的时候，第一步先弄懂当下的气氛跟说话的目的，也就是搞懂情境。第二步，仔细观察他们在这种时候都用了哪些字眼，也就是表达。最后，在你的脑袋里用力把这两件事像粘土一样紧紧捏在一起。下次只要你遇到差不多的状况，那句话自然就会像膝跳反射一样，直接从你嘴里蹦出来啦。为了帮你彻底戒掉那种只爱收集漂亮单字的坏习惯，真正锻炼出那种零时差、高反应速度的英语脑，以后在接触英文的时候，你可以经常问自己3个关键问题。第一，这句话在这个情境下到底达成了什么沟通目的？第二，我对这个情境本身熟不熟悉？第三，也是最残酷的一点，当我遇到类似状况时，这句话会不会自动浮现在我脑海？如果不会，那就代表你还只是停留在“哦，我知道这个意思”的超浅层阶段，你的肌肉记忆根本还没长出来。这时候你就必须让自己更频繁、更大量的去沉浸在那种语境里面才行。节目到了尾声，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去想想。如果你学英文的终极目标是 A， 不假思索的流利脱口而出，那么你为什么每天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去死命练习 B， 死背单字和中英翻译呢？这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两码子事啊！我们的大脑可是很诚实的，你平常为它练什么，它遇到状况就给你什么。如果你真的渴望有一天一开口就能讲出让人惊艳的流利英文，拜托，从今天开始，立刻停止那些无效的翻译练习，把你整个人丢进真实的语境里去感受吧。相信我，一旦你开始这么做，你会发现建立英语脑其实远比你想象的还要自然，还要有趣多了。那我们今天的解析就到这边，祝你早日找回开口的自信。